赖清德总统今天说，台美的关税成果太好了，有助于我们的产业布局，而且呢，对国际深化伙伴关系也有帮助啊。那另外呢，这个对等关税，不是我们现在2500亿美金是要去投资的，另外2500亿美金是要这个信用保证嘛。赖清德说，很多厂商到美国，他经验很丰富，信用也很好，可能不需要政府的信用保证。不需要政府的信保，所以他不会排挤中小以及微型企业的额度。现在问题是说，你到底去美国投资多少钱嘛？你到底是投资2500还是2500加2500？因为我一开始就是5000亿嘛，那卓荣泰说你不要讲5000，他就是5000亿嘛，只是说这5000亿不是政府出钱，是民间出钱，政府去贷款给他或是保证他，就是这样而已。还是去投资，不是呢？你在讲什么时候不是呢？你跟赖清德讲也是这个意思嘛。到美国厂商经验丰富，他会去投这2500亿，不一定要政府信保，不一定要政府来保证，他自己有钱也可以去投，但是就是2500亿嘛，管他你有信保没信保，有贷款没贷款，他就是2500亿加2500亿，扎扎实实。那否则你告诉我是多少？哦，好吧，这个另外呢，这个说他们调查了台湾52%的 CEO， 就是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对人才感到焦虑，因为呢，怕有39%的企业去投资美国，特别是生技业、金融业、半导体业，超过30%要去投资美国。那去投资以后，人就少了。我们台湾现在很缺人呢，各行各业现在都非常缺人呢，高层缺人，基层也缺人。你到餐厅看看。对不对？很多餐厅很多关起很多桌，他说不是没客人啊，是没服务生啊。你到医院看看，对不对？很多那个加护病房病床都没有开满，为什么？因为没有护理人员。在急诊室，刚刚金辉委员讲，满满的排。我一个朋友就去住上礼拜5晚上，家人到了台大医院，到了礼拜6、礼拜天都进不了病房，满满都排出来，医生都没看到。1天1夜没有看到医生来问，到这个地步啊，那所以呢，你现在人已经不够了，再到美国去人就跑了，那怎么办呢？而且他人跑，消费也减少了，这就是收入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台湾说少子化不生，到矽谷到这个 Arizona 拼命生，对不对？生了已经生300个，我的了解，在台湾还不生，那将来都在美国啊，所以人跑了，钱跑了，这是蛮麻烦的事情了。其实最早的时候跑大陆嘛，那时候比如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没有去大陆之前，我看台湾的那个5星级饭店停车场都停不进去啊。后来怎么突然空了？为什么空了？说这些人都不在台湾了，连停车场都空下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情况多么严重。那现在往美国去跑也很麻烦了所以呢，这个赖清德说不一定要政府保证他，但是他还是走了。那另外呢，卓荣泰一直说橘子跟香蕉是不能加的。为什么呢？是说这个2500亿不能跟2500相加了。那这个施俊吉前行政副院就说，他就是相加嘛，就是2500亿加2500亿，就是5000亿的投资，怎么不是呢？所以呢，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数字游戏啦，这5000亿就是15兆新台币乘以1块兑30，GDP 先扣掉15兆台币，这是财经专家那华盛顿邮报说，2029年美国的半导体独立了，因为从台湾来了45%从到这边来了，台湾的细盾恐怕不再牢靠了，你有漏洞了，已经不可能了。来，这个亮君。我想在这一次的关税谈判当然全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郑丽君副院长团队以及杨振宁政委回台之后带回来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我想大家应该还是要予以肯定了也应该要给一个比较正面的去思考因为大家一直在讲说那到底是要投资多少钱呢？那现在呢，当然确定是关税的部分15%不叠加那其中呢有包含说投资，大家就在想说是2500亿到底是什么？其实刚刚赵大哥也已经讲得很清楚这2500亿大概就是信保嘛就是说包含说这些中小企业去到美国投资的时候呢，那么台湾政府作为保证人啦，这
就是像说你房贷，然后你有一个保证人这样子的意思啊。那当然呢，这个并不是从我们国家的预算全部去出这2500亿哦，而是说，当然我们会准备一小部分准备金。那如果呢中小企业万一真的有状况的话，那么政府才会负担所谓的这个赔偿义务哦。但是我想这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去看说，今天我们的谈判目标想要达到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达到的目标现在是15%不叠加。那大家想说，我当然最好，如果我可以谈到0%，然后也可以谈到不赴美投资，那当然最棒嘛。可是目前为止，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达到这样子一个非常完美的成绩吗？并没有。所以台湾在这一次谈判团队非常辛苦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争取跟我们其他的竞争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以及欧盟这些国家，我们能够有一样的起跑线。所以现在15%不叠加，甚至还包含这个多了1000多项的产品的这些相关最惠国待遇，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结果。那当然，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不管是赴美投资的2500亿，以及信保的2500亿呢，都能够去换取说我们整体的关税15%不叠加，能够避开让其他更多的产业因为受到高关税的影响而造成更大的这些这个投资上的关税壁垒的损失。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谈判过程。那当然，你说现在是不是最终定案？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川普就是一个很不可预测的这个总统啦哈，所以未来还会不会有变动？我想接下来都还是要谨慎因应啦。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成果上面，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说，这绝对不是所谓的产业外移，也不是什么台积电外移。因为如果我们持续坚持说我完全不投资，那美方很可能提高关税的状况底下，台湾的 ICT 产业会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思考，不是产业外移，这是国力的延伸。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除了军事合作，目前台美关税谈判已经底定，我们期盼后续透过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 深化台美在供应链、数位贸易、科学以及技术等各领域的合作。另外，台湾过去4年在欧洲的投资总和已经超过过去40年总和。未来台湾将与欧洲国家在半导体、AI、资通讯等产业以及供应链韧性领域继续扩大合作。梁宏伟，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在我们这次台美关税贸易谈判最后的结果15%不叠加，那我觉得我们至少是争取到跟日本跟韩国一样的一个条件啊。那所以在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在关税的竞争力上面，我们不会因此增加太多。但是我们仍然要去正视，我们换到这个样的关税条件，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我们半导体产业链要搬到美国去，这是不争的事实。老实说，我对于赖政府这一次的态度，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把一个明明把我们这么核心的产业，而且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群这样的产业链要搬到美国去，却能够丧事喜办到这种地步，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成就，试图去掩盖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那当我们一些在野党的委员也好，或者一些粉专，或者一些学者在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民进党的侧翼、民进党青鸟就开始来攻击你，说你是中共同路人，你是舔中。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跟你去谈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经济，然后呢就直接就扣红帽子的方式。然后我直接点名啊，就是民进党的律师，律师的律哈，那黄帝，我的脸书提到半导体产业40%要移到美国去，他说我是在舔中，这是不是很离谱？好，那我现在想请问你了。刚才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是美国的学者他的一个投书，他投书说，事实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随着这个细盾就是要外移到美国去，那么未来其实美国要去保卫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动能，事实上是会降低。那我请问你，这个美国学者或《华盛顿邮报》，你们是不是中共同路人呢？好，那刚才在讲施俊吉基本上是民进党执政
任时候一个专业的残疾技术官僚。他当过金管会主委，他当过政务委员，他当过行政院副院长，在民进党政府里面，如果在讲说财经内阁，他算是数一数二的人。当时赖清德当院长，他是当副院长。好，那我请问你，当他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说他是中共同路人吗？他指出了一个是纯经济跟产业的问题。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不要再拿这些就是政治性的口水，试图去掩盖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世界预期提的，其实我们最近这2天，其实大家一直在提的。那所谓的5000亿、2500亿的直接投资，另外2500亿是民间投资，没有错，但是它是要由政府保证，他讲得非常清楚，要由政府保证。那我们过去呢，大部分就说，过去。大家也记得李登辉要什么新南向啊，或到中南美洲，都是希望民间企业跟着他去投资啊，反正也是一个外交的这个就经济外交。那然后我们政府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去签订很好的投资保障协定，也就是说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得到保障。但是这次不同的是，企业要去投资的话，政府要做保证，也就是说我今天去承诺美国，我一定会保证到2500亿美金额外的投资。所以这项加起来是5000亿，完全没有问题啊！请问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呢？那至于就说对台湾的产业影响，是因为他没有讲的。我告诉大家，去年1整年，我们全国包含政府、包含民间企业的总投资金额，也就是我们在计算 GDP 里面，就是固定资本形成那个栏目，固定资本形成，也就总投资金额是多少钱呢？6兆新台币。6兆新台币，可是这一次呢，加起来是15兆新台币。所以你告诉我，不会排挤，不会掏空，不是外移。老实说，这个都是产业跟经济的 ABC， 好不好？不要再用这种政治口水来愚弄老百姓了。继续下讲回来。好，因为总预算呢，国防预算呢，卓荣泰昨天呢跟在野党校正了，说我们希望举行那种总统当时大选时候的那样的辩论，大家来比赛也不是比赛，就来辩论了，看看到底该不该编等等那结果呢，过一下好像他又反悔了。那现在行政院发言人出来说呢，一场见就好了嘛，而且也有直播不是很透明吗？干嘛要在外面辩论呢？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就龟缩嘛，对不对？赖清德赶快上场救卓荣泰这个阿斗，赖清德自己上来辩，明明讲说要辩论，我当然也觉得哇，卓荣泰其实也不错啊，真理越辩越明啊，辩蛮好的又改口了那另外呢，国民党团说，那来3长对3长，来个电视辩论，没怕，谁在怕？不是党团队有3长吗？来辩啊那另外呢，罗志祥又加码，那主席对主席也辩。郑丽文对赖清德2个辩，2个主席辩昨天我在本节目就讲，我一听到我说好高兴要辩论，我们可以在这边辩所以呢，立刻我就请他们准备了一个函，就给行政院了，给行政院因为呢，对于中央政府总预算，你愿意公开表示辩论所以呢，公共政策少康这件事常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邀请你们卓荣泰来，然后呢，3党也都可以派代表来。然后呢，在2026年1月26到2026年1月30任选一天，下午3到5点，在 TVBS 的摄影棚因为你知道电视台要这个文还要往上批，昨天我讲完立刻作业，今天批出来了，卓荣泰看来又说不要了，不过没关系，到我们这边来辩嘛，我们还是有时间的1个礼拜4、6日6、7、8、9、10嘛，5天，随便你选一天，我们还很愿意绝对公正，让你们在这边畅所欲言，真理越辩越明嘛。我们看一下，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8度遭蓝白联手封杀，行政院长卓荣泰这回态度硬起来，点名蓝白出来辩论。所以我要求，就3兆0350亿整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与立法院进行直接的辩论，哪一项是国人不需要的，让人民来做公决，而不是由立法院
来挑三拣四，阻碍国家的进步。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回应，乐于跟卓荣泰比照大选公开辩论模式，由新闻台协调办理并全程直播。行政院回应，国会就是最大最好的公开平台，卓院长非常期待在国会殿堂辩论。黄国昌在呛，为自己的怯战找借口，真的笑死人。访问总统赖清德，有勇气上场救援吗？愿意连同军购案跟赖总统公开辩论。要等到行政院依法编列预算了以后，立法院才有办法依法审查。行政院自己在编预算的时候，可以点菜式的编列吗？我不知道，行政院也好，民进党也好，还有什么脸面来指责立法院没有审查预算？国民党团书记长罗智强也跳出来喊话，要求举办3场正式电视公开辩论，点名卓荣泰副院长郑丽君、秘书长张敦涵与国民党团3长来辩论。预算的争议核心从来不是立法院不审预算，而是行政院拒绝依法编列执行已经3读通过并由总统公告的法律所明定的义务支出。政院明知道这样会引起争议，却把责任都推给立法院，而要求行政院走这条路的就是赖清德。眼看立法院会期即将结束，总预算却8度卡关，卓荣泰亲自叫战辩论，却给了蓝白最佳的表演舞台。来，金惠。首先，我真的很期待，如果赵大哥可以转播这场辩论的话，我们一定会在这边现场的观看。那这2天立法院的大事就是我们要弹劾赖清德嘛，但赖清德就给我们4张，对，只有4行说不来，什么事都躲在卓荣泰的后面。那我想，而且他说违宪，哪有违什么宪呢？没有违宪呢。对，没有，这是他选前的承诺。他选前他自己的政见发表会的时候说他会来，对，他说他会来嘛，可是他现在就一纸公文4行就说不来了。那我想昨天卓荣泰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啊，他看到赖清德那边有一些炮火嘛，所以他护主心切，因此他就耍帅出来说：“来，我们来辩论吧。”结果出乎意料，在野党马上接招，首先时间地点都帮你想好了，再来呢3长对3长。今天早上我们党团开了记者会，连我们郑丽文主席也参战，他说如果要辩论，他也可以主席对主席这样子来辩论。那卓荣泰就马上龟缩了，我们也吓一跳，因为我们其实也准备好了。结果卓荣泰马上就说：“哦，没有，最好的辩论的地点是在立法院。”奇怪，我觉得人民还蛮喜欢看，不管是哪一个新闻台啊，应该都比我们立法院的国会频道收视率还高。我是蛮期待，不过呢，以卓荣泰这样子的战力，要怎么争取选台北市长啦？因为最近都有一些风声。那以前呢，这个赖清德，我今天早上在弹劾赖清德的这个现场也说了，团结10讲讲到第4讲就止步了。可是现在行政院长才刚发战帖就缩回去了，这样子的政府还有什么诚信可言？你既然讲了，你就要把它做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呢？其实民进党最近就是一个很怕失败的政党，他们就是很欠修理。自从726大罢免失败，你会发现啊，我们党内那些就是我们立法院那些同事，他们好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走823，结果呢，党主席又出来说不行，我们要继续冲向823，然后又输成一团。那他们普发1万，在那边对抗的时候，我看他们也人手一张说帖，然后在那边讲，结果这3次全部大失败，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动摇了，所以他们最近不敢再随便乱战。以前他们一党独大，而且网军治国的时候，什么事都顺风顺水，一讲就会万人响应。结果现在遇到了我们团结在起来的这个在野大联盟，泼脏水、抹黑、抹红、造谣都试过了，每一次进攻至今都是失败的啦。来徐部，你们黄国昌昨天很快回应了嘛？对啊，这个我觉得天赐良机啊。原本说卓荣泰说，哎，要来辩论的时候，那当然好啊，因为过去其实最主要大家都知道，卓荣泰其实是执行赖清德的意志，那赖清德不愿意到立法院去。其实如果拉开立法院这个所谓他认为违宪的框架，他愿意出来在任何的场合公开的跟
全国的人民或民代，这有民意基础的这些民代来对话、来辩论，那也是好事，那就不会有所谓他认为在立法院违宪的问题嘛。我觉得打破这个框架之后，如果赖清德总统愿意从这一步开始，那是很好事。结果赖清德总统也不愿意，那就是卓荣泰先第一步先出来说，哎，这个要出来辩论，那当然好啊。那辩论的场合，刚刚赵大哥说这个 TVBS 已经这个韩文了嘛，那当然我觉得民进党一定会说不行啊 ，TVBS 他们一定说这个是蓝媒啊，这个跟常常修理我们执政党，要不然就加2场嘛，加3场嘛。我觉得这个观众都会很爱看，全国都会很关注。这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不管是卓荣泰，不管是赖清德，我觉得都是一个民主的典范啊。人家说，台湾的这个真的是透过这样子全民大家来关注的。来讨论公共事务，来讨论总预算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当然是好事。可惜的是，就才讲不到1天，人家讲说你至少也是个行政院长，怎么退回到说国会殿堂也是个好事？他说的国会殿堂也不是像辩论会这样子1对1啊，时间对等、资讯对等的状况。国会殿堂，大家想想看。所谓的卓荣泰的国会殿堂来辩论是什么样的状况？一样回到行政院长那边讲一讲，来，那各个部长来帮忙。来插科打诨一下，然后把这整个主轴弄乱了之后，结果在辩论不下去之后，民进党立委在一哄而上嘛，拉布条啦、叫嚣啦，然后变成说这立法院又是吵成一团。你看新闻出来就是说，立法院吵成一团，今天又是不欢而散，就真正实质上的辩论的特质并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啊，就是。包括了刚刚讲的，比如说施俊吉这个前副院长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拿到所谓的辩论会上来，大家好好讲。施俊吉他还不是普通的副院长哦，他那时候刚才讲到的是那时候是赖清德的副院长，而他的秘书长就是卓荣泰啊。我觉得这么铁三角的关系，现在来讲讲看，有关于这个人民的钱到底要花去哪里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理越辩越明。透过辩论会，透过全国关注的状况下，大家还更好决定嘛。还是欢迎到 TVS 来辩论了哈。对，那因为很多其他媒体绿门都是很绿的，我们没有，我们很公正。首选。我们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两面俱成嘛，该讲什么，欢迎他们来讲了哈。来，仁轩怎么看？我觉得民进党应该是没想到说哇，一时之间口快啊，这讲完之后大家都要来跟他辩论。现在听起来的话，你看已经4场了，民众党还没有加入，还有黄国昌，他以为大家会怕吗？是啊，我觉得他可能是他认为他可能觉得在野党过去的国民党可能会怯战，就没想到大家来啊，喝大卖造，现在变成说有点是他自己不来了，然后呢国民党就相对喝大卖造，因为我们刚刚讲说4场才只是国民党，再加黄国昌，搞不好也要在1场，搞不好柯文哲也说那我也来1场好了，所以呢。大家一起没关系，在一起办不完。好，但我真的觉得对民进党来说，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很流行他口，就是说呢，说一说马上就要退哦，发现苗头不对就要退。但我觉得它反映出来民进党目前一个坦白讲，他的一个风格也好，或者他的一种困局也好，我觉得他们现在战狼当道。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话你要先讲，越讲的越狠越好，就代表你又有 guts， 你是要对抗这个在野党，然后你自己呢是一个对民进党来说，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但是的话呢，他们都偏向于用侧面进攻，或是用一些放小话，或是用一些这个带风向。真正你要他直球对决。正面对决，他就不敢了。我说出来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你昨天到今天的这个局势让大家看起来是这样。你第一个，卓荣泰你自己先说你要辩论，突然之间2个半小时，还不到1天嘞，2个半小时之后就说这个李慧芝行政院的发言人就已经出来说了，我们觉得立法院才是一个呢大舞台，而且本来就在询答。那废话，你卓荣泰不知道本来就在询答吗？本来立法院就有在询答，就如果每一次的机会你都珍惜的话，就每一次都是以这个民生政策辩论的好机会，不是吗？那事实上你是你自己说要辩论，所以才会有这个话题出现的嘛。所以这第一个，这个对卓荣泰来说，事实上是一个机会。再来赖清德也是啊。如果说你赖清德昨天这2次愿意出席立法院的弹劾的说明会，其实对于这个弹劾来说，就是在讲最近这段时间的大政方针嘛。你认为国家该怎么治理？那你认为你提出来的总预算，你觉得你提出来的政策，立法院都不买单？你可以趁这个机会，这个什么总预算我也来讲一讲，这个军事预算我也来讲一讲，台美这个谈判里面有一些呢，我也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谈，就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啊。所以你不只是卓荣泰可以用辩论的机会去谈，你这个赖清德也可以透过这个弹劾的说明会你来谈。那为什么你都不要呢？弹劾你不来，而且你还自己编了一个理由说这个违宪，何有违宪之说法？你这个立法院的质询这个
职权行使法就写的明明白白的，得邀请总统来立法院进行说明。当然，得的意思就是你也可以不来，但我没有说立法院不能邀请，立法院也可以邀请你啊。那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很明显的就是他今天不想来哦，可能他觉得这个对抗的局势对他有利。二方面，他不想告诉你他为什么不来。要不你就说清楚嘛，为什么你不来？所以他自己不愿意去回答为什么不来，就拿了一个理由说啊，因为你违宪，所以我不来。那问题事实上没有违宪啊，那所以请问你为什么不来？你自己心虚吗？就是你觉得你想要利用这样的对抗局面，赚取今年的选举当中的政治利益呢？所以总要说个理由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的状况就是，他找不出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但他硬是还要跟你对抗。所以到现在为止，除了立法院空转之外，你发现整个的国家体制就被他搞得一团乱，因为原本有体制的嘛，所以原本有体制，原本有立法院的总预算的询答，原本有这个弹劾的说明会，你都不来，就到最后呢说要搞这个辩论会，辩论会讲到底你又不来，那请问你要干嘛？你也不来辩论会，你也不来这个立法院询答，你也不来这个弹劾说明会，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几次这样下来，我坦白讲，我真的觉得越来越伤。这跟以前民进党不太一样。以前民进党是挑战人家，都是他要去跟他辩论，希望来辩论哈。现在不都躲起来，这很奇怪，我不懂啊。这些也不是不会讲话。到立法院，赖清德自己也做过立委，对不对？也做过台南市长，做过行政院院长，做过副总统，做总统，他口才也不坏啊。为什么不能辩论呢？怕什么呢？我举个我的例子好了，哦，我那个少年气质里面有写了，有写这一段。我当立委的时候，资讯环保署，简又先的是署长，我说这个预算。审查预算我是要冻结了，署长来报告再解冻，没想到我就过2天我就变署长，那变署长后这个预算不能动啊。当时的立法院的书记长叫廖福本就来找我，他说：“哎，赵康兄，我们这么熟了哦，你不用来了，我去帮你摆平那个卫环委员会，不用来内政委员会，我不用来了。”我说：“为什么帮我摆平呢？”我说：“既然当时我提出来要报告，我就去报告，有什么关系呢？”你政务官到立法院报告你的政策，本来就是应该的，这很好，而且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说明很好啊。要不然吓一跳，说人家部会长都不想来，你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去啊，我说不要帮我摆平，我就去了，报告完你就解冻了，什么了不起的？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如果今天是行政院长，是总统，我高兴死了到立法院去，对不对？你看那个内阁制国家，那个像英国，一边做在野党，一边做执政党，每天都在国会里面辩论啊，舌枪唇剑啊！你公共政策，你的国家的政策，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编预算？你不应该跟老百姓解释吗？跟民众解释吗？怕什么在野党啊？本来就是你执政党该做的事情了，怕什么？真奇怪了。以前的民进党不是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